上个视频说了，我们的地球的出现，或者说生命的出现，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安排好的一样。因为地球本身的这个大小啊、质量啊、轨道啊，包括月球的出现，都太过刻意了，就像是有人专门设计好的一样。有些朋友看了视频之后呢，就不太认同。这个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会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和佐证抛出来。看完之后呢，希望你还能坚持你的观点。好，上个视频的结尾呢，我们说到有一个我们觉得习以为常，但是很不平常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大气是透明的。咱们一抬头就能看到蓝色的天空，对吧？晚上呢还能看到星星。但是你知道别的星球的大气是什么样的吗？那都是非常浑浊的。这个浑浊就造成了太阳光根本照不进去，看不见地表。我们有大气这么透明，这么清澈，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还有就是这个大气的成分呢，比如说氧气啊、氮气的比例，还有这个二氧化碳的比例，如果稍微变一变，那我们这个大气也就马上变得浑浊了。就现在这个比例就刚刚好，让它完全透明。而且呢，这个星球上还有要适当的陆地和海洋的比例，纯粹的海洋也不行。它没有陆地那么的稳定，很难孕育出高等级的生命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星球的地壳，这个地壳呢必须得薄才行。地壳太厚的话呢，就没有这个地壳运动，没有地壳运动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，没有化学反应呢，地球上就不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物质，也就不存在什么养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可能性就没有了。你看月球，它的地壳就不动。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它都是那个样子，然后呢，它就不能产生新的物质。但是地球不一样，地球这个地壳呢，总是在动，底下岩浆往外冒，和海水产生反应，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养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星球它本身得是一个活的星球。那其他那些星球呢，都是一动不动的，就像一块石头，它怎么能产生生命呢？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星球啊，它还必须有一个适当的恒星，就是这个恒星呢，它不能够发出太强烈的光，光太强烈了就把什么东西都照死了。而且这个恒星呢，质量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就必须是太阳那么大。太大的话呢，就会把咱们都拉过去撕裂；太小的话呢，你就拉不住咱们，我们就飞走了。而且太阳呢和很多的恒星不一样，就是它能够持续的发出温柔的光。有一些恒星它不是持续的，它是一闪一闪的那种，这人根本就受不了。或者呢就是十几年不发光，要不就连续发十几年的强光，那人也受不了。像太阳这种很温柔的，然后就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，不停的散发着柔和的光亮，非常非常的少见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太阳的质量太大的话，就会造成潮汐锁定，地球呢就永远是一个面，就冲着太阳，那就完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星球呢还得有一个超大的行星，就是这个超大的行星在外侧保护着它，就像木星一样。不然的话，那个宇宙中的那些大量的陨石啊、尘埃啊，你3天2头的就从你头上掉下来，那咱们也受不了。好，第10个条件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地球不仅要在太阳系的视觉带上，也要在银河系的视觉带上。就是从银河系的角度来说呢，也是有视觉带的，适合生命居住和不适合生命居住这个地方。离银河系中心太近的话呢，银河系中心是有很多大的星球，大家距离都非常的接近。如果地球在那个地方呢，以地球的大小，很快就被其他的星球给吸走了，就撞在其他的星球上，或者是由于太亮了，就没有晚上，就被烧死了。而且呢，离银河系中心太远也不行，离这个星系太远的地方的物质就越轻，就不容易形成一些重金属。地球呢，它是需要有一个铁盒的这个中心，在离星系比较远的地方呢，就很难形成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个条件呢，科学家呢又算出了一个视觉带，这个视觉带呢也非常的窄，地球呢偏偏又在这个视觉带上，而且这个视觉带它不是连续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星系它周围都是有这个一条一条的星带，
地球不能够在这个上边，那个地方有超多的一个超新星，就是那种随时都要爆炸。还有呢，就是很多很多的陨石，地球呢在这儿的话呢，很快就会被击毁。所以从整个银河系来看呢，地球也绝对是1等1的福地。也就是说，你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地段。那么就这样的条件呢，银河系里边大概有20多个。科学家们就把我们之前讲的那些条件呢放到一起，大概算了一下地球产生的几率。这个几率是多少呢？1000万兆分之一。什么概念？我们整个银河系有1000亿颗星，也就是说呀，需要有1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系才可能诞生一个地球。而且呢，我们这次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，就是说呢，每个条件我们都算它1/1000的概率，但是有些条件明显是1%、1/1000这个比例。你就比如说液态水，你找1000颗星球都很难找到，像地球这上面有那种大片大片的海洋。还比如说呢，有一个透明的大气，这一点你找1万颗星球可能都很难找到。而且呢，这只是我们推算出的20几个必要条件，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条件。所以最终呢，你会觉得整个宇宙能有那么一个地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条件太苛刻了。那么很多人呢，他就觉得呢，从这点上来说，那么地球就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，就没有其他的文明了。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又打破了这个观点，那就是人为什么存在？大家有没有考虑过，我们怎么知道地球这么特殊的？那是因为我们观测宇宙得出的结论，对吧？这说起来很正常，但其实你仔细想就非常的不正常。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观测宇宙？前面说了，因为我们的大气是透明的，它不仅仅是影响光线能够照进来，还直接影响我们能不能看到外边。我们在任何一个其他的星球，你就算有大气、有地面、有海洋，什么都有，大气如果不透明，我们就看不见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整个银河系当中啊，我刚才说我们地球恰巧就不在那个一条一条的星带上。如果我们恰巧在那个星带上，那我们的视线就会被星际中的尘埃阻挡，你就看不清楚。它整个就是发亮的，雾蒙蒙的。这些雾蒙蒙的东西呢，就是宇宙中的尘埃。这些尘埃如果被恒星照亮，它就会发出光，笼罩在星球的外边，让你瞧不清楚。地球就偏偏在那么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也没有尘埃，干干净净，你想看多远就看多远。其实啊，这一点比我们刚才说的那20多个条件更加的难得。也就是说呢，地球不仅是一个非常适于生命存在的星球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适宜去观测宇宙的星球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宇宙产生兴趣。如果你看都看不见，你还产生什么兴趣呢？而我们为什么要去观测宇宙呢？这就涉及到人为什么要存在的问题了。如果这个地球上只有猫猫狗狗啊、植物啊这些，你看宇宙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能够观测、思考、分析、探索宇宙的生物，而且呢是地球上唯一的能够理解宇宙法则，也就是物理定律的生物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都已经理解了黑洞，天文学家呢就通过计算，那么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，它在那儿，然后它有多重，我们就能算出来。这就是宇宙的一些基本的法则，我们人类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就是造成很多的著名的物理学家呀，他们后来晚年都开始走向神学路线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像伽利略、牛顿、爱因斯坦、特斯拉这些人，晚年的时候呢，都提出了一种想法，就是他们认为宇宙可能是某种智慧创造的，或者说呢是有第一动力的。因为按照我们的科学体系往前面推，肯定是必须要存在一个第一推手，就是宇宙发展的谁来推动的第一下，那么一个意识或者说力量是肯定存在的。而这种智慧和我们人类智慧是差不多的。为什么？如果它和我们人类智慧完全不同，我们就不能够理解宇宙。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它，就意味着当初创造它的这个东西呢，它的思维方式和我们是一样的，
不然我们就根本没法理解。你就像量子力学，量子力学我们就现在只能观测，我们没办法去理解，为什么它会发生纠缠呢？为什么它就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呢？我们现在完全无法理解。但是从宏观上来说呢，我们就能够理解了。这就意味着这个宇宙的创造可能分为2部分，宏观创造这个部分呢，是和我们的智慧差不多的存在，而微观世界的创造者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智慧创造的。而这个理解宇宙的能力和探索宇宙的这种欲望和冲动，是绝对不会通过自然进化产生的，因为这种事根本就和生存没有关系。所以人类的存在是一定有极为特别的意义的，它的意义就在宇宙当中，就是我们人类诞生就是为了宇宙而生的，而不是为了地球而生的。所以从结论上来讲，地球的存在以及人类的存在绝非偶然，它是因为某种目的而被故意创造出来的，而这个目的很有可能就跟宇宙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能看到这儿的朋友呢，不论你是有什么观点，你对这个世界肯定都是充满好奇的，希望你能够保持住这份人类的初心。欢迎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下期再见。